我是翟潇闻。大家好，我是胡一天。大家好，我是姜妍。大家好，我是虞书欣。有缘千里再相会，有缘千里再相会，诚意满满中国味，诚意满满中国味。中餐厅第8季，每周5晚10点，湖南卫视、芒果 TV 双平台独播，会员抢先看，尊享加更版等更多衍生内容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。欢迎来到属于2个人的聊天空间，在这里你们可以聊聊心里话，解除困惑，分享快乐，也可以就目前的工作分享一下感受，在后续的餐厅运营中更好的去实现。你的问题是会越来越尖锐吗？最想问的都播不了，我想问的也不一定能播。我是走那种犀利问答咖，有没有一瞬间被哪一个人气到过？这个能说吗？他们为什么觉得你像老头？觉得你爱说教，还是觉得你行为像老头？不是，那中餐厅算是你近1年来最累的一份工作吗？是我有生以来最累的阶段。可以搞笑一点啊，其实选一个人做男朋友，你选谁？中餐厅里最难吃的一道菜。如果中餐厅第9季要邀请你来的话，你还会来吗？你还会来吗？你要来不？好尖锐。我就是欢迎你们来到属于2个人的聊天空间，在这里你们可以聊一聊心里话，解除困惑，分享快乐，也可以就目前的工作分享一下感受，能够碰撞出更多的想法，在后续餐厅运营中更好的去实现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公共问题是2个人都要回答的。通过这几天的分工，你目前担任的这个岗位是否是最适合你自己的？我觉得是最适合我的，因为现在餐厅营业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在前厅嘛，帮忙点菜啊，给客人服务，然后收拾盘子啊。对，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。我觉得也算是最适合自己的，因为我感觉我的岗位别人干不了，别人的岗位我也干不了，所以说这算是比较好的安排。然后第2个问题，目前餐厅营业中，你认为哪个环节做得最好？哪个环节做得最好？出餐环节，3个大厨，效率很高。第一个煲仔饭 OK 了啊？有。来，水鱼来。魔鬼蛋。定身高好了。下一个锅贴可以出。鱼跟咱上齐了啊。天哥觉得呢？我觉得是采购环节，因为没什么难度嘛，然后基本上大家的要求都能去满足。那个算5花吗？对，5花肉。广坦需要1斤，舒心也给他1斤嘛。猪里脊就可以了。小排是这种吗？对。那给他拿个1公斤，舒心要的。白色的鸡还有4个，坦哥，还有一个鸡胸肉，还有500克。然后别的环节呢，可能都因为咱们主要也都是新手上岗，或多或少都还有一点小问题，但是也都做得挺好的。第3个问题，经营这几天说一下你留下印象最深的客人。昨天那个 musician， 音乐家。Hello。要去碰着3分钟。OK。是不是鸡？Soup？ Non, pas soup. Du thé. Green tea。Yes。我也是那个音乐家，还有一个就是大厨做了一道太极鱼羹，然后我看到那个外国小姐姐那个，哇，好神奇啊！就是那个卖冰淇淋那个女生嘛，情绪拉满了那个，对，那种，那就觉得，就是我也能感受到她那种情绪，然后很自豪，因为也有一些文化输出的这种感受。是的，太极鱼嘛。太极。Very good. Thank you. Of the best. 然后第4个问题，这几天最失落跟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？我觉得最失落的时候就是有一天我跟小明哥出去揽客的时候，那天起码得问了100个人，但是没有1个人给我们回应。
Chinese food. Chinese food. Messi, Google. Thank you. Chinese food tonight. Messi. Hello, Chinese food. Chinese food. You want to try? 我想哭，小明哥，好心酸啊。Messi。就当下的感受非常的失落吧。然后最自豪的时刻应该是今天晚上，因为今天晚上会做一个土豆牛肉面。啊，这么早就说最自豪的事情？对，我已经感受到了。那万一翻车了呢？哦，不会的，我觉得不会的，翻车是不会的。哇，这面太棒了。其实我最自豪的事情还有一个，就是比如说，大家找什么东西找不到的时候，一问我，哎，我知道这个东西在哪，那一刻也是蛮自豪的。小小碗拿个平底锅。哦，对，平底锅。木的打包盒在哪？仓库里可以用这个。对，去找找有没有那个大鸡腿。可以。这几天我最失落，好像也没有太失落，因为感觉总体下来还是比较精神上还是比较放松的，所以我好像没有特别失落的事情。最有成就感的事情，就比如说自己也尝试着出了一道菜，虽然说做的份数不多，因为4份嘛，卖了3份，然后有一份呢，确实也想晚上大家员工餐的时候做给大家尝一尝，对吧？其实这是最好的一个数字，对。然后还有一些，比如说自己捣鼓了一些小东西，就是找到问题，然后解决它。就比如说那个绞肉机，之前我去绞那个猪肉，它老是卡住。是。后来觉得，因为可能猪肉的那个油脂比较多，就是你如果是做成这样的，切成这样的块去绞，那大概率是要卡住的，因为它那个纤维长。你要切成这样的小块，它纤维一短，就可能不太容易卡住了。然后第5，经过2周的餐厅经营，8位合伙人中各自认为默契程度最高的合伙人是谁？可以从工作或者生活2个维度来说都可以。没事，你不用说是我。我不是你，但说实话确实是你，因为咱俩现在一个眼神就已经明白对方的感觉了。这个呢？这个2个一串，上面有一串是样板。我来试一个。洗个手一起播。要不要？我必须要。咱俩可以。我现在跟肖文交流，感觉只要一个眼神。咱俩之前拍过戏，已经是第2次合作。对，比较熟悉。就是有默契是应该的。就除此之外，你觉得？其实我跟妍姐还是莫名的挺合的，还是挺有默契的。山东人之间的默契。就他做什么菜，我基本上都能知道他大概想要什么。然后他比如说让我帮他干个这个干个那个的时候，我就当下就能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样。小文给这个煮了吧？可以。完美。非常完美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非常。你快到了，跟我说一声，我出去接你一下。老弟，怎么说呢？太及时了，不多1秒，不少1秒，我刚刚好到。对，我这个问题的话，因为我跟肖文就是因为之前合作过，所以说也非常默契。比如说工作中比较累了，大家真的累得不行，一个眼神，对，我无需多言，能明白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我觉得其实郑哥，我觉得因为来之前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，然后我以为他也是那种艺人，因为可能之前有一些比较相对喜剧一些的形象会比较深入人心嘛，我以为他也是那种有点哀。其实他也是一个 I 人，然后我跟他之间有一种 I 人之间特殊的默契，就是我能懂他的一些点。如果我们用这个酱先夹一点法棍的话，会很爽。试一下了。哇！我其实刚才看到这个有点想拥有。拿！哎，这个更便宜。都买。牛肉还是羊肉？必须牛肉啊！第6个问题，相处过程中有没有被对方感动的瞬间？为什么？其实也不能说是感动吧，我觉得特别能够带给我安全感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比如说在上菜的时候，然后一般你会在那个放菜的地方嘛，然后我进去以后，我就先拿菜，然后我直接问天哥，我说这是哪桌的？然后你就会看着那个菜单嘛，然后你就直接告诉我。
这桌是这道是几桌的，这道是几桌的，就当下那一刻就感觉特别的有那种依靠的感觉，对，就感觉特别放心安心。然后我的话就是那天，比如我出了一道糖醋里脊，然后那天基本上都是肖文帮我强推出去的，还是挺感动的，还是挺感动的。我给你贴这儿，最显眼的地方，非常好。这是我对你的偏爱。还有一个是特别推荐的，我们就是所有人在试菜的时候都特别喜欢的一个是糖醋里脊。可以，好。这里还有一个糖醋里脊，需要吗？来，好。对，现在你可以问对方4个最想问的问题。我记下来了。你的问题是会越来越尖锐吗？还是？当然不会了，我从来不会问一些很尖锐的问题。那你是会尖锐吗？也不尖锐，也不尖锐。我看你尖不尖锐。你如果问题尖锐，我就把我的问题削尖一点。哦呦天！好，我先问。请问天哥来之前对中餐厅的印象和感受是什么样的？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？来之前其实我了解不多，我平时看的综艺也好，电视剧也好比较少。就是听说来这个节目的话，尝试着看了一下。然后当时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治愈的综艺，因为它相对来说慢综，感觉慢一些。对，来了之后吧，觉得好像一点都不慢，节奏也挺紧的，非常紧。对，但是自己其实虽然说肉体上是累的，但精神上是放松的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感受。还是，但治愈吗？感觉治愈的点还在吗？治愈，就是因为他精神上放松嘛，所以会治愈。我觉得就很像郑哥说的那个，就是20天大家一起。就是那个点，你也不用想你平时工作上的事情，或者国内的一些磕磕绊绊啊。说实话，这20天就是目前为止，我真的感觉我是一个餐厅的前台服务员，完全没有想别的任何事情。轮到我问你了，就是比如说你来中餐厅之前有没有设想过，比如说你会大概是一个什么担当，或者说会担任什么样的岗位之类的？因为第一次要在国外做一个这种经营类的综艺，开个餐厅，你想想确实是挺刺激的。因为我自己在家偶尔还是会做饭的，所以我一开始的设想是来这儿之后我可能会做饭，但是没想到来之后我们大厨太多了，我们有3位大厨，那就完全用不上我这种，而且我对自己厨艺也不是那么自信了，因为我之前看那个中餐厅的时候，因为大家基本上都会有自己拿手的，都会出一出。那你最拿手的菜是啥？最拿手的，如果一定要说一道最拿手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玉米排骨汤，辣椒炒肉，西红柿炒鸡蛋，很家常啊。对，很家常。第2个问题来。我的第2个问题是，目前为止，天哥觉得我们中餐厅出过最好吃的一道菜是什么？最好吃的一道菜，其实你说大厨做出来好吃的菜，那是应该的，因为你的心理预期已经到那儿。有没有哪道菜你吃的时候你就哇哦？昨天谦哥那个拌面，我是真的可能预期本来在这儿，但一入口在这儿，好好吃啊！哇，好顺。我要吃2份面，我饿死了。真的好好吃啊！就觉得这是最惊艳我的一道菜。确实，我俩干了一大碗。可能确实。如果用3个词形容你来中餐厅的感受，你觉得会有哪3个词？我觉得刚才的治愈肯定是有的，治愈肯定是有的。如果除了治愈呢，再用3个词？除了治愈啊，我觉得疲惫也是真的是有的。疲惫是肯定是有的。对，是我有生以来最累的节目。这个是完全是真的觉得我有生以来最累的一段时间吧。疲惫是肯定是有的，放松，我觉得也是有的。就是这段时间有很专心的做一个事情嘛，没有特别紧绷的，就是精神压力特别紧绷的时候。对，精神压力比较小，比较轻松，基本上都是肉体上的累嘛。疲惫、放松，我觉得欢乐吧，欢乐，对，因为大家的相处还是很融洽的。我觉得这也算是中餐厅的一种魅力所在。就你又累又每天我们都喊着抓紧走，每天咱俩摸鱼的时候说什么时候结束，每天盘算着还有几天，但发现真的快结束的时候还是心里挺难受的。那
那请问，这次节目结束之后，你会怎么跟你的朋友们推荐这个节目呢？如果是我的朋友的话，我就直接说你不看，我这辈子咱俩别来往了，对吧？对吧？只要看了就完了，是吧？都跟大家推荐的话，我就觉得是在这种比较快节奏的社会里，有一档比较温馨、比较治愈的综艺，如果你有时间，可以静下心来看一看。那你觉得你的哪个朋友很适合这个综艺吗？哪个朋友很适合这些综艺？其实我想到一个我们俩共同认识的好友，很适合这个节目，张云龙。我觉得他很适合做前厅。他做菜多吗？他做菜不多，但是他是很适合做我那个岗位。龙哥他搜索能力很强，就他亲和力特别强，他英语也还不错。对啊，所以说我觉得他很适合我那个位置。他后厨其实也适合，就是他会也能干，比较全面一些。也可以开车。也能开车，有没有国际？应该也有国际驾照。有没有国际驾照就不知道了。我是有的，但是我没带，所以这季没法开车啊。那又到我问了是吧？相处过程中感觉彼此就是相似的多，还是大不相同比较多？我觉得分时期吧。我觉得前期刚来到中餐厅的时候，我们俩还是相似的比较多。因为都算是厨房小白，都不太了解厨房里的一个运行的规律吧。然后可能过了2-3天之后，我发现天哥还是一个比较矮的人，但是我是可以尝试往E的方向去突破的。就所以说我们俩就是一个在前厅，一个在后厨。渐行渐远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没有，只是各自分工不同。对，分工不同。就是我俩是合得来，但是其实性格上不算是类似的人，你会更E一些，相对来说会更矮一些。就差不多，可能是比较适合不同的岗位上去发光发热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速度，给我了。请问，中餐厅结束回家之后，你会开始自己做饭了吗？给自己或者给家里人？可能我觉得也还是会变成原来那个我吧，只不过你可能偶尔在想念中餐厅的时候，以前是对比如说厨房里的事情一点都不了解，现在可以帮个忙。对，现在的话，如果说有机会的话，过年的时候在自己家里边当桥，可以在家里当桥。你说妈妈，我来当个桥吧，今天。过年我家来当个桥。过年我家得办30桌啊，8桌的经验不太够。那这完全是可以借用我们在中餐厅的这个经营逻辑了。到时候把你们都叫过来。可以。那还会做饭吗？糖醋里脊，开心的给大家烧一个。糖醋里脊可能会展示一下，比如说谦哥那个拌面，我觉得就蛮适合在家里做的。很适合，家人肯定爱吃。是的。那有一点点喜欢上做饭了吗？那肯定是因为以前对做饭一窍不通，也不算特别有兴趣，然后也没有一点了解。现在起码有一点了解，跟有一点兴趣，挺好。该我问你了是吧？好。如果中餐厅第9季要邀请你来的话，你还会来吗？好尖锐啊！还好吧。没有，我肯定会来的。那如果第9季没有我，你还会来吗？那我得考虑。好，完美的回答。我得考虑。因为还是挺治愈的。是的。还是虽然累是真的累，但是我觉得，尤其是作为我们这种演员。是蛮难得的。然后下一个环节，接下来的2分钟可以畅想一下，在余下的经营时间里最想做的事情。你想要出菜吗？今天晚上要出一个。我想要疯狂的摸鱼。疯狂的摸鱼，我批准了。今天你可以疯狂的摸鱼。开个玩笑，最后2天呢，其实说实话。就算是疲惫，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体验，是的，是多感受一下沉浸式的。最想做的事情，我最想再延长10天我们的周期。
还是很不舍的。是的。然后感谢2位今天的走心畅谈，相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大家都能好好的蓄能充电，更好的为中餐厅而努力。结束了，谢谢。3、2、1。大家好，我是尹正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晓明。有缘千里再相会，诚意满满中国味。有缘千里再相会，诚意满满中国味。中餐厅第8季，每周晚10点，湖南卫视、芒果 TV 双平台独播，会员抢先看、尊享加更版等更多延伸内容。